今天我们来聊聊全球最宜居的10大城市。最近一份权威的排名结果揭晓，整个亚洲只有一座城市挤进了前10名，而这份榜单的第1名更是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为什么庞大的亚洲仅有一个城市上榜呢？那摘得冠军的城市又是如何击败常年霸榜的对手，成为今年的最大黑马？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这份全球宜居城市榜单背后的故事。其实宜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大多数人而言，一座真正宜居的城市应当让居民感到安全、安心。这意味着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医疗服务优质且容易取得，教育资源丰富完善，城市的交通要便利顺畅，基础建设现代可靠，还要拥有干净的环境和多彩多姿的文化生活。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旗下的智库每年都会根据上述要素对全球各大城市进行综合评比，发布所谓的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今年这项评比涵盖了全球173座城市，从社会治安稳定、医疗保健、文化与环境、教育资源、城市基础设施等5大类近30项指标，为每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打分。这些指标在评分中所占权重也有所不同，社会稳定性约占 25%， 医疗保健 20%， 文化与环境 25%， 教育 10%， 基础设施 20%。 因此要想在榜单名列前茅，一座城市必须各方面表现都十分出色，尤其要在稳定、安全和环境等关键领域拿高分。事实上，全球这些城市的平均得分只有大约76分，而前10名城市的得分都在90分以上，许多甚至逼近满分100，可见能进榜的竞争有多激烈。也许有人猜想，那些全球最繁华的大都会纽约、伦敦、东京等应该榜上有名，毕竟他们经济发达，名气响亮。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些超级都市无一进入前10，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中等规模但各方面表现均衡出色的城市在领跑。这又是为什么呢？随着我们揭晓榜单，一切将逐渐明朗。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排行榜的冠军多半在少数几座城市之间角逐。前些年，澳洲的墨尔本曾经在2011年至2017年间创下连续7年蝉联第1的纪录。此后，奥地利的维也纳也多次称霸榜首。人们甚至以为未来冠军将在墨尔本和维也纳之间轮流产生。然而，今年这场冠军争夺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一座北欧城市出其不意地击败维也纳，夺走了桂冠。更令人关注的是，整个亚洲只有一座城市挤进前10，那就是日本的大阪。难道亚洲其他那些上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都无法跻身世界最宜居之列吗？大阪又凭什么脱颖而出，成为这份榜单中的独苗？现在就让我们跟随榜单，从第10名一路看到第1名，来一场环游世界的旅程，看看这些城市为何能成为最宜居的乐土。第10名是加拿大的温哥华，作为北美地区唯一进入前10的城市，温哥华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在去年2024年的榜单中，加拿大曾有多座城市上榜，但今年除了温哥华，其余都因种种原因跌出前10。然而温哥华依然稳居第10，足见其综合实力之稳定。尽管加拿大近年在医疗体系上承受压力，比如医院检查等待时间过长、人手短缺等问题，导致其他加拿大城市排名下降，但温哥华凭借良好的医疗品质和城市管理撑住了阵地。温哥华坐落在群山与海洋之间，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居民可以在1天之内既滑雪又漫步海滩，环境与休闲条件无可挑剔。想象一下，在温哥华这样的地方，下班后不消半小时车程，你就能置身林间小径远足，或在海滨看着夕阳余晖渐沉，随时拥抱大自然的便利体验，正是温哥华生活的日常写照。这座城市多元文化荟萃，治安相对良好，教育和基础设施也都相当完善。因此，即便加拿大整体在某些指标上遇到挑战，温哥华仍以其优美的环境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稳稳留在全球最宜居城市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温哥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虽高，但这项宜居评比注重公共服务与环境品质，未将成本列入考量，因此高昂的开销并未影响其得分。第9名，
澳洲的阿德雷德。澳大利亚共有3座城市进入了前10名，可见该国在宜居方面的突出表现。相比雪梨和墨尔本，阿德雷德的国际知名度或许没那么高，但正是它相对安静的中等城市规模，给居民带来了格外舒适的生活节奏。阿德雷德以其悠闲的生活方式和宜人的地中海型气候著称，城市干净整洁，拥有众多公园和开放空间，附近更有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和优美海滩，使得休闲娱乐近在咫尺。过去阿德雷德还有教堂之城的称号，体现其宁静悠闲的城市性格。它也被称作澳洲的节庆之都，全年各种文化艺术节庆活动不断，文化生活丰富而不喧嚣。在2021年全球防疫时期，阿德雷德甚至曾攀升至排行榜第3名。澳洲严格防疫，维持了高度正常的生活状态，让那一年澳纽城市在榜单中几乎包办前列。对当地居民而言，一个典型的周末可能是这样度过的：白天驱车前往近郊的葡萄园品尝美酒，傍晚回到城市河岸参加露天音乐会。乡野之趣与都市文化在这里随心切换，张弛有度，生活既多彩又舒适。在医疗和教育方面，阿德雷德同样保持着高品质，但又不像大城市那样紧张忙碌。这里没有过度的拥挤和交通压力，房价与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为亲民。对许多寻找安居之所的家庭来说，阿德雷德提供了一个兼具便利与宁静的理想环境。第8名，纽西兰的奥克兰。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今年也闯入了前10。事实上，在全球疫情期间的2021年，奥克兰曾一度登上宜居排行榜的第1名。当时凭借纽西兰成功的防疫，使这座城市的稳定性和自由度都遥遥领先世界。然而，随着全球恢复常态，奥克兰的排名又有所回落，但今年依然保持在前10之列，可见其综合实力依旧强劲。奥克兰被称为风帆之都，三面环海，港湾纵横，市区散落着多座石火山、丘陵与大片公园绿地，自然风光与城市生活交融在一起。当地治安良好，空气清新，居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节奏和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在教育和生活便利性上，奥克兰作为现代都市同样不落人后，拥有纽西兰顶尖的大学，医疗资源和交通基建完善。想象一下，在奥克兰你可以清晨乘船出海迎接日出，午后攀登一座火山俯瞰城市全景，傍晚再回到热闹的 Viaduct 港口区品尝海鲜与葡萄酒。城市与自然在此无缝切换，令人心旷神怡。对于向往自然与城市平衡的人们来说，奥克兰确实是一片理想的乐土。第7名，日本的大阪。作为亚洲的唯一代表，大阪的入榜值得我们仔细品味。许多人或许会好奇，为什么全球前10没有东京、香港或新加坡，反而是大阪脱颖而出？这座日本第3大城市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呢？大阪以其独特的魅力和高品质的城市管理赢得了评委的青睐。日本城市普遍以干净、安全、秩序井然著称，而大阪在这些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街道整洁，治安良好，居民友善有礼，生活节奏相较东京稍显从容，医疗资源充足且水准一流，教育水平高，基础建设非常完善，地铁、铁路和公交网络发达，城市运转高效便利。同时，大阪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娱乐生活，它被称为天下厨房。美食是大阪一张亮丽的名片，从评价美味的章鱼烧、寿喜烧到米其林星级餐厅，味蕾享受应有尽有。各种传统祭典、当代表演和购物娱乐，让这座城市永远充满活力又不失宜居的舒适。想象夜晚漫步在大阪繁华的心斋桥和道顿窟街头，霓虹灯倒映在运河水面，一串刚出炉的章鱼烧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白天则可以带家人畅游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或登上大阪城天守阁俯瞰都市天际线，忙碌中饱含愉悦。这就是大阪的魅力所在。大阪能成为亚洲仅有的上榜城市，一方面得益于日本长期维持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其他亚洲大都会在宜居性上的某些不足。毕竟许多亚洲超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高，
交通拥挤、空气品质和绿化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大阪的上榜不仅是对这座城市的肯定，也为亚洲城市在这项全球评比中争得了一席之地。第6名，澳洲的雪梨。雪梨今年从去年的并列第7上升到第6，再次彰显了澳洲城市在宜居榜单中的强势地位。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雪梨以迷人的海港风光和高品质的都市生活享誉国际。试想，每天清晨漫步在环形码头，远眺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如此壮丽的景致竟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雪梨的魅力不仅在于风景如画，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与教育机构，完善的公共交通和现代化基础设施。虽然城市规模庞大，人口众多，但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公共安全方面投入巨大，使得雪梨在繁华与宜居之间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平衡。阳光充沛，气候宜人，再加上遍布城市的公园绿地与迷人海滩，让居民能随时亲近自然，享受户外生活。周末时，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前往周边的国家公园、远足，或者驱车去近郊的海滩冲浪戏水。对许多人而言，雪梨的生活代表着一种既便利多彩又放松惬意的品质，即使身处大都市，也可以过得如此舒适自在。第5名，瑞士的日内瓦。日内瓦位于蔚蓝的莱蒙湖畔，远处是阿尔卑斯山的雪峰，风景犹如明信片一般迷人。这座城市规模不大，仅有20多万人口，但国际化程度极高，许多联合国组织和跨国公司总部设立于此，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都会。日内瓦的宜居品质源自瑞士一贯的高生活水准和精细管理，医疗保健体系非常先进，居民无论贫富都能获得完善的医疗服务。教育水平卓越，多语种的教育环境对国际家庭尤其友好。市政基础建设可靠高效，从清洁的自来水、稳定的电力供应到准时的公共交通和高速铁路，样样都让人放心。社会稳定和安全更是不在话下。瑞士治安良好，日内瓦的犯罪率常年保持极低水准，街头秩序井井有条，政府和市民对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因此空气清新，湖水澄澈，城市干净悦目。尽管以国际外交闻名，但日内瓦的生活并不沉闷。一方面，这里文化氛围浓厚，拥有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和音乐厅；另一方面，湖光山色提供了丰富的户外活动机会，帆船、滑雪、登山等休闲选择近在咫尺。想象午休时间漫步湖边喂食天鹅，周末驱车1小时就能抵达阿尔卑斯山区滑雪健行。在日内瓦，高品质的都市生活与壮丽的大自然风光如此贴近地结合在一起。对居民来说，日内瓦既有大都市的便利与多元，也有小城市的从容与宁静。值得一提的是，日内瓦的物价和房价虽然昂贵，但宜居指数并未将生活成本计入评分，因此高昂的开销并未影响其排名。第4名，澳洲的墨尔本。墨尔本曾创下连续7年蝉联全球宜居冠军的纪录，2011年至2017年间蝉联榜首，至今依然稳居前5，彰显出非凡的实力。作为澳大利亚第2大城市，墨尔本被誉为南半球的文化之都，拥有浓厚的艺术气息和咖啡馆文化，街头巷尾的涂鸦艺术、琳琅满目的美术馆，以及各式音乐节和戏剧演出，让城市处处洋溢创意与活力。墨尔本的教育与医疗水准在全球都名列前茅，城内多所大学享有国际声誉，中小学教育资源同样优越，完善的医疗体系和全民医保政策，确保居民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保障。这里的公共交通网络发达便利，电车、火车和巴士系统覆盖城市各处，出行十分方便。城市规划良好，拥有大量公园与开放空间，即便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也能找到绿意盎然的角落。治安状况良好，社会多元包容，各族裔居民和谐共处。墨尔本人常说，在这座城市生活不只是宜居，更是乐居，不仅基本需求有保障，更能随时享受生活的乐趣。试想，在墨尔本的早晨来一杯香醇的 Flat White 咖啡开始一天，
午后漫步于联邦广场，欣赏街头艺人的表演；夜晚则前往体育场为澳式足球比赛呐喊助威。从艺术到运动，这里的生活永远不缺精彩。全年不断的体育赛事，如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F1 大奖赛等，艺术节和美食夜市等活动，更让人们即使身处日常，也常有节日般的欢愉。值得一提的是，墨尔本在疫情最严重的2021年，曾因长期封城而排名一度下滑，但随着生活恢复正常，它迅速重回前列，展现出城市强大的韧性。对年轻人、家庭和退休人士而言，墨尔本都提供了丰富且友好的生活体验。第二名有2座欧洲城市并列获得，分别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和瑞士的苏黎世。先来看维也纳。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过去几年的绝对霸主，连续3年荣登全球宜居榜首。这座城市将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化的生活品质完美结合，被誉为音乐之都，也是欧洲生活质量最高的城市之一。维也纳拥有极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往年的评比中，它的医疗、教育、基础建设等多个项目都曾拿下满分。城市推行全民公医制度，确保每位居民都享有优质的医疗照护。教育资源丰富，从免费的义务教育到名校林立的高等学府，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交通方面，地铁含有轨电车网络纵横交错，准时便利，连接起城市的每个角落。在文化和环境领域，维也纳同样表现不俗，全城分布着上百座博物馆、美术馆和音乐厅，每年举办无数高水准的演出和展览。城市绿化良好，各处公园花园相映成趣。坐在维也纳传统咖啡馆里，品尝一块正宗的萨赫蛋糕，都能感受这座城市浪漫而悠闲的艺术气息。然而，就是这样几乎完美的维也纳，今年却以冠军宝座擦肩而过，原因颇令人意外，并非经济滑坡，也不是城市退步，而是稳定性指标意外失分。而导火索竟然是一场演唱会的风波。2024年夏天，美国天后级歌手泰勒斯原定在维也纳举办演唱会，却因遭到炸弹恐吓威胁，被迫取消。虽然最终证实只是虚惊一场，但这次事件让维也纳的安全指数受到冲击，其稳定性评分明显下降。就在这细微的差距间，维也纳痛失了多年来稳坐的冠军宝座，只能退居第二。再来看看与维也纳并列第二的瑞士苏黎世。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和金融中心，素以富裕、安全、高效著称。此次评比中，苏黎世的表现同样极为出色，在医疗和教育2大项目上双双获得满分。实际上，瑞士的医疗水准全球领先，在苏黎世，看病就医等待时间极短，医院设备先进，医护人员水准卓越，居民健康有充分保障。教育方面，从严谨优质的义务教育到享誉世界的苏黎世大学、联邦理工学院，都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苏黎世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近乎无可挑剔，城市的公共交通极为准时高效，电车、火车班次的准点率接近 100%， 整洁的街道和现代化的网络覆盖每个角落。城市管理严谨，环境维护得当，治安长期保持良好，失业率常年低于 3%， 反映出经济繁荣与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虽然以银行和商业闻名，苏黎世的文化生活同样丰富多彩，城内有众多艺术画廊、剧院和高级餐厅，经常举办各类节庆活动。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也赋予居民许多亲近自然的机会。每到夏季傍晚，你会看到苏黎世的居民下班后纷纷跳入清澈见底的利马河，畅泳放松。冬日的周末，他们又搭上火车前往附近山区滑雪嬉戏。忙碌工作与悠闲享受并存，构成了苏黎世人独特的生活节奏。维也纳与苏黎世的总体得分都在97分以上，几乎难分轩轾，只是因为微小的差距屈居第二。那么到底是哪座城市能够超越这2大劲敌，夺下今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的第1名呢？第1名就是丹麦的哥本哈根。没错，今年击败维也纳勇夺桂冠的正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个结果对许多人而言也许有些意外，但仔细看看哥本哈根的表现
就会发现它实至名归。哥本哈根在此次评比中取得了近乎完美的成绩，在稳定性、教育和基础建设三大项目上均获得满分100分，在医疗、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得分也极为优秀，总分高达98分左右，傲视群雄。为什么哥本哈根能拿到如此亮眼的高分？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的特质。首先，丹麦社会以稳定、安全著称，哥本哈根犯罪率极低，社会福利制度健全，居民对政府治理和公共安全充满信任，在这里生活非常安心踏实。教育方面，丹麦实行免费教育政策，哥本哈根的公立学校和大学教育质量优异，从孩童到成年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再看基础建设，哥本哈根更是一个范例。交通上，城市致力于打造自行车之城，整座城市铺设了密集的自行车专用道，超过半数的市民每天踩着脚踏车上下班，这大大减轻了汽车交通的压力，使城市几乎不会出现严重的堵车现象，也降低了空气污染。当然，公共运输和道路系统亦十分发达高效，清洁的电动巴士和准点的地铁编织出便捷的出行网络，哪怕没有私家车，人们依然可以四处畅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方面，哥本哈根走在世界前列，城市立志成为全球首个碳中和的首都，处处体现着绿色创新的理念。港湾的水干净到可以直接游泳，街头随处可见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城市绿化也相当出色，公园、花园和自行车绿道星罗棋布，居民的日常生活时刻都能亲近自然。绿色环保早已融入哥本哈根的城市 DNA， 医疗保健体系同样让人安心。丹麦高水准的全民医疗服务在哥本哈根体现无疑，居民生病时能得到及时而周全的治疗，医院和诊所设备先进，服务专业，让人生病也无后顾之忧。文化生活方面，哥本哈根兼具历史韵味与创新精神。作为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城市中保留着中世纪的古老街区和王宫城堡，也矗立着举世闻名的小美人鱼雕像等标志。但同时，哥本哈根也是欧洲的设计与美食之都之一，新颖时尚的建筑和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前卫的北欧料理餐厅多次荣登全球最佳餐厅榜单，市民热爱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所谓 Hygge 意思就是悠闲惬意的生活，哲学在此随处可见。冬日夜晚，人们点起蜡烛，在家中或咖啡馆与亲友小聚，享受简单温暖的幸福时光。正因为如此重视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也难怪丹麦常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之一。每年哥本哈根还会举办各种音乐节、美食节、设计展等活动，让居民和游客都能充分体验都市的创意与活力。总的来说，哥本哈根在安全、医疗、教育、交通、环境等每个方面都近乎无懈可击。正是这种全面均衡的表现，使它在今年脱颖而出，成为新的全球宜居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北欧城市首度摘下全球宜居冠军。哥本哈根用实力创造了历史，它的成功也向世界展示了北欧模式的魅力、高福利、高信任度的社会，加上环保与创新的理念，确实能够打造出令人向往的生活环境。浏览完整份榜单，我们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趋势。首先，前10名几乎被欧洲和大洋洲的城市所主导，中等规模且富裕稳定的城市尤其突出。比如澳大利亚就有3个城市上榜，纽西兰也有1个，欧洲的丹麦、奥地利、瑞士各有首都或主要城市名列前茅。相形之下，亚洲和美洲的超大城市在榜单顶端的存在感就低了许多。亚洲方面仅有大阪1城进入前10，其他许多亚洲知名都市，例如东京、新加坡、首尔、香港等，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不错的生活品质评价，但可能在空气品质、城市绿化、人口密度或政治稳定等某些指标上，略逊于榜上这些顶尖城市，因此无缘前10。不过，这些城市的排名通常也都在前段行列，差距并非不可追赶。随着亚洲一些国家持续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服务，
我们未来或许有机会看到更多亚洲城市挺进前10，甚至角逐冠军。北美方面，同样没有超级都市进入前10。美国排名最高的城市是夏威夷的檀香山，只排在第23名。纽约、洛杉矶这些人口超过1000万的都会更是远远排在后面。究其原因，大城市人口众多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如交通拥堵、较高的犯罪率、公共设施压力等，在宜居评比中成了劣势。反观美国一些中型城市，如亚特兰大、明尼阿波利斯等，在某些排行榜上的表现往往优于纽约、芝加哥等巨无霸都市。这也说明了城市规模与宜居度并非完全正相关。适中的人口规模更易管理的城市环境，反而更有可能营造出舒适宜人的生活。欧洲的一些超大城市，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同样未能进入前10名。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近年来这些城市面临一些社会与安全挑战，例如恐怖袭击威胁、抗议活动引发的动荡等，导致稳定性评分下降。相较之下，哥本哈根、苏黎世、维也纳这样规模适中且极度安全稳定的城市更容易脱颖而出。总体而言，最宜居的城市往往具备几项关键要素：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普及且高品质的医疗教育、便利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文化和休闲机会。简单说，就是一座城市能同时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求，让居民发自内心地感到这里的生活真美好。当然，任何排名都有其局限。一座城市的宜居程度对不同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有些人看重就业机会与薪资水平，有些人则更在意文化多样性或气候条件，也有人优先考虑生活成本等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人的这份榜单并未考虑生活成本，因此像纽约、伦敦这样机会众多但物价高昂的城市得分并不突出。而那些高福利国家的城市尽管开销不低，居民获得的公共服务与保障更多，在评比中表现更佳。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这份榜单提供了一面镜子，让他们看到在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方面哪些地方还有进步空间。对上榜的城市来说，如何维持这份荣誉并继续改进，将是一大考验。对未上榜的城市而言，这也是一个追赶学习的目标，提醒着我们政府投入在医疗、教育、治安、环境等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最后，我们回到普通人的视角，宜居城市的意义，归根结底是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和安心。当我们羡慕那些排行榜上的城市时，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所在的城市有哪些长处，又有哪些不足。或许经由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的家乡也能在未来变得更加宜居。今年的第1名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这也证明了没有哪座城市能永远高枕无忧。环境变迁、社会事件、政策取向都可能改变城市的宜居排名。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开始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行动。一些过去排名不佳的城市也在努力追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的胡拜尔最近因推行2030愿景改革计划，大力改善医疗教育，而在排名中跃升了10多位。可见，只要有决心，持续投入，任何城市都有机会变得更宜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的城市带给我们惊喜，说不定下次出现在榜首的黑马，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呢。